Hello，大家好，我是 Steven，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前阵子 Steven 安排了一趟东京8天7夜的自助旅行，大家还记得上一集 Steven 也分享了人文主题与历史古迹的拍摄攻略呢？那么今天 Steven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主要是针对于台场、镰仓江之岛、富士山河口湖等东京名胜景区与东京外围两大名胜风景区的本系列最终篇东京8天7夜实战拍摄攻略名胜景区篇哦。而这次 Steven 我准备了一机两镜的器材来做一个拍摄的部分哦。由于景区非常的辽阔，因此我只用到了 Z24120 的旅游镜来做一个拍摄的动作哦。那么我们一样话不多说，器材准备好，我们准备今天的实战拍摄的攻略吧。我们搭乘海鸥线电铁来到了台场，那么来到台场，我相信大家都会想到的就是钢弹以及购物中心 Outlet 的部分哦。不过大家所熟知的台场，其实 Steven 我是第一次来朝圣哦。Steven 我也是不免俗的来朝圣拍摄了一下钢弹的部分哦，以及逛了 Diversity Outlet 的部分。当然，我们来到台场，我们主要的目的地是继续往前走到台场的海滨公园以及彩虹大桥的观景台来做一个拍摄的记录。当我们来到台场海滨公园以及彩虹大桥的观景台的部分哦，其实会发现蛮多喜爱拍照以及喜欢摄影的同好都会来到这边哦。而在来到海滨公园的途中，其实也会经过富士电视台哦，也看起来是非常的宏伟以及壮观。那记得也可以顺势做一个记录以及拍摄的动作哦。我们继续沿着海滨公园前进哦，那我们眼前会慢慢浮现的，其实就是整个海滨公园的彩虹大桥，以及后方映入眼帘的东京市区的景色哦。非常的漂亮。这时 Steven 我马上拿出相机，直接拉到120端的部分哦，直接做一个压缩式的拍摄哦，就是把我们的彩虹大桥以及我们后方的东京市景来把它拉近距离，做一个同框的一个影像哦，让影像看起来会比较丰富而且比较漂亮生动。当然，如果要让画面变得比较丰富，或甚至有一些变化性哦，那其实可以利用海滨公园前方的一个港湾，它都有一些观光船，可以以观光船做一个前景的一个点缀哦，来带出后方彩虹大桥以及东京市景的壮丽漂亮的景色哦。在彩虹大桥的景观台旁边也有一个自由女神像，那这边也是一个拍摄以及打卡的一个热门景点哦。这个时候也可以配合晚霞的部分一起做一个拍摄记录的动作哦。这次来到台场拍摄哦 ，Steven 我会觉得整个台场乃至台场的景观台哦，其实充满了非常惬意以及慢时光的一种感觉哦。那我会觉得这边非常适合做一个比较缓慢的步调，去一张一张去拍出你喜欢或甚至你想要的一个影像的地方哦。接着我们来到镰仓哦，那我们来到镰仓江之岛，我们可以选择两种方式前来这边哦。第一个就是我们搭乘 JR 来到大船站哦，紧接着这边有我们湘南非常特别的一个倒吊列车，可以去做一个体验的部分哦。再来就是可以转乘我们的湘南江之电铁哦。那江之电铁的部分的话，也是在镰仓这边一定要记录的部分哦。第二个就是直接抵达我们的 JR 镰仓站哦，走出去就是有我们很热门而且必逛的小町通的商店街哦，我们可以边吃美食边做一个拍摄的一个记录。那当然在这边也别忘了小町通前面的一个热门招牌必拍的一个鸟居哦。
一般我们来到镰仓，我们其实都会比较建议直接先来到灌篮高手的一个热门景点也就是镰仓高校前的平交道去做一个拍摄记录的部分当然这边建议前往的时间约莫会是在9点前或是9点到10点的部分，人流人潮都会比较少，那提升你的一个拍照记录的一个成功率Steven 我的部分的话是大约在10点左右抵达镰仓高校前的平交道。当时来的时候，其实人潮非常的夸张，而且非常的多，因此在这边拍摄上面会有一定的难度Steven 我是觉得说，在这边的一个拍摄攻略上面，等待电车经过的一个时机，以及抢拍或甚至连拍的一个时机，都会是在这边一个拍摄的攻略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另一个拍摄的攻略重点就是如何去避开爆满的一个人潮，来进入你要记录的一个影像画面里头。接着我们来到镰仓的另外一个景点镰仓大佛。那镰仓大佛也是国宝级的一个历史古迹那非常值得来走一趟要前往镰仓大佛的部分的话，也是有2种选择第一个就是从 JR 的镰仓站然后转搭江之电铁，然后从长谷寺站下车，往上走约莫10分钟的时间即可到达镰仓大佛。或是选择第二种方式从 JR 的镰仓站的外面广场那我们搭乘巴士也就是 Steven 我选择的一个方式那搭乘的部分的话，路程约莫15至20分钟左右不过巴士下站的地点会是在镰仓大佛的大门口，非常的方便在镰仓大佛的拍摄攻略上，因为镰仓大佛的园区占地不大，因此人潮会非常的众多，而且都会是在镰仓大佛的四周围在四周的部分因此在拍摄的攻略上面 Steven 我会比较建议做一个局部的一个取景的画面，来去避开一些人潮那这样子方式拍摄的话，你的影像相对会比较干净，那主题性也相对的也会比较的强烈一些来到镰仓的湘南海岸那其实我们都可以搭乘江之电铁，沿途做一个海岸的一个拍照以及取景的部分其实是非常美的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把湘南的一个江之电铁没有拍好的话，那其实我们在搭江之电铁的每个站点，我们都可以下车，然后再去做一个补记录的部分我们搭乘江之电铁来到濑户江之岛站下车这边也是来到镰仓，那顺势会安排的一个景点江之岛。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经过江之岛大桥，便可以来到我们的江之岛风景区过了江之岛大桥，那我们沿路都是上行的部分那沿途也是商店街，这边的话其实有蛮多的美食以及伴手礼的部分可以去做一个购买那当然大家也别忘了，这边有商店街非常有名而且热门的一个拍照景点，就是商店街的鸟居那也别忘记了记录我们继续往前行那马上会看到一个很大的红色鸟居那这边就是岛上非常有名的江岛神社在江岛神社的拍摄上面我们会使用超广角的部分来带出气势磅礴的一个大鸟居的一个画面景象看起来会非常的好看
接着我们上行到边津宫的部分的话，会有2种选择哦。第一种的话就是踩着我们的阶梯哦。第二个方式，那也是比较省力的方式哦，就是在一旁我们购买票券，然后搭乘电扶梯的方式做一个上行的动作。来到边津宫哦，那我们对边津宫的一个拍摄攻略 ，Steven 我会比较建议善用来往的一个观光客来去做一个点缀的部分哦，也就是说从不同的一个拍摄角度，加上善用人物的一个主题哦，来带出神社的一个故事性哦，然后营造出非常有氛围的一个影像哦。结束了边津宫的记录与拍摄之后，也别忘了在旁边可以抽水洗签的部分哦，还有非常特别特有的一个洗钱的仪式哦。那我们可以把这边的财运哦，把它带回家哦。接着我们来到富士山河口湖景区哦，那首先我们安排的就是天上山公园的河口湖缆车的部分哦。原本想一睹富士山美丽风景的 Steven 我，那也因为天气不好，云雾缭绕而无法一睹富士山的一个风采哦，非常的可惜哦。虽然天气不佳哦，但是 Steven 我还是等在云雾露脸的一些时刻，使用120端的部分来去记录吉田市区的市景哦，然后还有河口湖悠然的一个景色哦。离开了天上山公园哦，那在山脚下的话，也是有一个热门的一个富士山的饼干店哦。那在附近的部分也有一个富士山的特色吐司店哦，这也算是蛮合拍的哦。其实 Steven 我的拍摄攻略就稍微切换了一下，就使用主题性的一个拍摄来带入一些弥补富士山没办法拍到的一个缺憾。那当然也为遗憾的一个富士山河口湖之旅增添了一些比较丰富的一些色彩，然后来安慰一下 Steven 我自己。这是名胜景区篇的拍摄的攻略部分哦。那比较可惜的就是富士山河口湖景区的天气比较不好哦，因此在拍摄上面的话，那 Steven 我的调色也使用比较偏，虽然是清新的绿，但是我还带了一些蓝色的忧郁的感觉的调控色哦。那这边的部分的话，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哦。当然也因为天气不佳的关系哦，因此后续的行程安排上都没有顺利的完成哦。那其实富士山河口湖周边的一个景点，那当然包括了人野八海啊、新仓山的浅间神社啊，或甚至下吉田的一个富士山街景的部分哦。Steven 我都没有去做一个拍摄的部分哦，所以相当的可惜哦。虽然日本网站有富士山能见度的查询哦，但是其实 Steven 当天去的
时候，上午以及下午的能见度都有达到8哦。那其实这边的话，我也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一般会建议去看富士山的能见度是7以上，就会有机会富士山见峰的露头。那其实这个部分我也觉得参考就好，或甚至说有趣的朋友可能要考验您的人品是否有爆发哦。即便如此，那 Steven 我其实有稍微安慰一下我自己哦，就是俗话说，这一次旅程的遗憾，其实是为了下一次的旅程而做准备哦。那希望 Steven 在安排下一次的旅程，可以是在适当的季节，然后再来安排富士山河口湖的一个景区的拍摄，来完成这一次的遗珠之憾。最后 Steven 我也在这边预告一下，过年期间 Steven 有到金国七海寓所做一个拍摄以及记录的部分，之后也会分享给大家哦。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我影片以及我影片内容的朋友，欢迎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那么也可以同时分享给周遭的朋友哦。那我是 Steven， 我们下次见，拜拜。